各位，美國250了，帝國末年呢，亂象橫生，你都想不到啊，美國的一架客機起飛的時候撞上了行人，把行人給吸到發動機裡邊去，大卸8塊，這個事兒你敢信嗎？這就發生在今天的美國，朋友們。5月8號晚上，美國丹佛國際機場上演了令人窒息的一幕。一架邊疆航空的客機正在跑道加速起飛，一名行人突然闖入，瞬間被引擎吸入，當場就嘎了。這可不是電影场景啊，這是真實的人間慘劇。這名行人翻越了機場的外圍護欄，從非法闖入到被撞上，只用了短短的2分鐘。飛機上231名乘客中有12人受傷，5人被送醫。飞行員緊急報告：我們撞到人了，發動機起火了。很多人問啊，為什麼不能及時發現？為什麼不能停下呢？但現實是，起飞階段的飛機時速超過200公里，引擎每秒吸入 1.2 噸的空氣，进气口风速達到每秒120米，相當於12級颱風的3倍。在這樣的龍捲風入口面前，一旦吸入就是瞬間毀滅。這不是某一個人的責任問題，而是安全系統的極限被突破。機場圍欄沒有損壞，監控系統是否存在着盲區，這些都是調查的方向。你敢相信嗎？那有人說，這行人这个問題是美國它不正常的人多呀，對吧？他是不是吸了點啥呀？他覺得那個飛機應該是那個登天的階梯吧？這咱就不知道，不好說，這是啊。那有人說這飛機把行人給吸進去了，跟那個川普打古巴有什麼那個關聯啊？這不是都不挨着嗎？挨着呀，這都是美國250不靠譜的事兒啊。俗話說，吃柿子撿軟的捏啊。川普現在打不過伊朗了，又轉頭要打古巴了，古巴這回真是麻煩了，對吧？那位說那古巴那怎麼了？這回真是夠慘的啊。航空母艦要掉頭去古巴了。2月28號啊，美國呢對伊朗發起了所謂的史詩之怒啊，從那天算起到今天整整70天了。這場戰爭打亂了整個中東的格局啊，數千人喪生，數百萬人可以說是流離失所。川普5月1號信誓旦旦的給國會寫信說敵對行動已經終止了，可就在5月7號，美伊兩軍又在霍爾木茲海峽真刀真槍的幹了一場。那麼這個川普他到底是怎麼想的呢？這川普他現在的這種算盤就是訪問中國，然後呢不能和伊朗有一個結果，但是呢宣稱他自己贏了。但是這個贏了呢，又不足以在美國的國內呢取得共識，那怎麼辦呀？那打不動伊朗，我還打不動你古巴嗎？我個人覺得川普就是這個想法，是不是啊？5月1號晚上啊，他在佛羅里達州西棕櫚灘的精英晚宴上發表了演說，他對在場的賓客說，美國將幾乎立刻接管古巴。他描述了一個讓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場景，說讓航母從伊朗返航途中停到古巴海岸100碼的地方，然後古巴人就會說非常感謝我們投降。
台下的笑聲還沒落地，這段話就傳遍了全球的新聞頭條。4天後的5月5號，川普在接受塞勒姆新聞頻道的電話採訪時，又把這一套說辭重複了一遍。他說可能會從伊朗回來的路上，讓亞伯拉罕·林肯號航母停在古巴海岸外幾百碼的地方。不是，那位說，那航空母艦能停在海岸幾百碼的地方吗？反正川普這麼說，你就這麼一聽，他嘴裡邊說出來的一個標點符號你都不能信啊！以色列啊，现在開始嘬牙花子了，你咋回事啊？不是這伊朗還打不打呀？打不動，打個貓啊！打古巴倒是認真的，是吧？這不是一周之內說2次，這可不是過嘴癮啊，這是在釋放信號，是吧？哎呀，從軍事的常識看呢，林肯號去古巴這事兒挺荒唐的。林肯號的母港呢，在聖迭戈，位於美國的太平洋的海岸。從中東回母港呢，根本不經過加勒比海，讓他去古巴等於讓他繞着地球跑反方向，而且這艘航母目前還部署在北阿拉伯海，是參與史詩之怒聯合行動，在海上漂了5個半月了，按計劃是回港大修的。不過話說回來，美國有11個航母打擊群，太平洋艦隊調一艘过去就行了。川普點名林肯，與其說是軍事部署，不如說是政治表演，拿一個正在伊朗交戰的明星航母來嚇唬古巴啊，他覺得效果比較好。值得注意的是呢，川普的古巴攻勢可不是只停留在嘴上啊。5月1號簽署的行政令，在美國對古巴制裁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，首次建立了範圍廣泛的2級制裁的權利。這意味着與古巴有經濟往來的外國公司、金融機構現在也面臨着被美國制裁的風險，力度堪比對於伊朗和俄羅斯的制裁架構。5月7號，盧比奧宣布了首批的制裁對象，矛頭直指古巴軍方控制的企業。說這個古巴呢，確實是比伊朗要脆弱得多。古巴高度依賴進口石油，主要的來源是委內瑞拉和墨西哥。美軍在2026年1月介入了委內瑞拉，抓走了馬杜羅。隨後呢，對運往古巴的委內瑞拉的石油實施封鎖。自1999年查韦斯上台以來，古巴一直靠委內瑞拉的補貼石油維持經濟運轉，拿自己的醫生和軍事顧問去換。這條生命線一斷，古巴立刻就陷入了窒息。到5月為止，川普政府已經對古巴實施超過240項的制裁，攔截了至少7艘運往古巴的油輪，使古巴的能源進口銳減了80%到90%。現在的古巴政府機關改成了每周4天工作制，非緊急手術全部暫停，大學生被遣送回家，柴油從市场上消失了，汽油只能用美元在網上預約購買，每次限購20升。偏遠地區的老百姓開始用柴火燒飯，用牲畜拉車。從2020年到2026年，古巴的經濟累計萎縮的幅度達到了 26%。這已經超過了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後古巴經歷的特殊時期啊。在這種極端的困境下，正是川普覺得可以下手的原因。所以這個古巴根本就沒有可以說是抵抗的能力，這就是川普替代伊朗的那個低成本高回報的牌。而且古巴既沒有彈道導彈，也沒有核設施，更沒有封鎖全球能源通道的能力。美國和古巴之間只隔着90海里的佛羅里達海峽，這從軍事力量對比看，這完全不是和伊朗一個量級的對手。如果川普能夠像复刻委內瑞拉那樣不費一兵一卒就让古巴
垮台，那就創造了自1959年古巴革命以來60多年間12任總統都沒能夠做到的事兒。那這個有人說古巴能被這麼輕易的推翻嗎？也有人說不太容易啊。這個古巴歷次的那麼嚴重的經濟危機都挺過來了，美國中情局搞了幾十年的顛覆活動，暗殺行動，據說策劃了600多次，一次都沒成功啊。所以你說美國如果對古巴动武，反正是古巴大規模的難民潮必然会湧入美國，而佛羅里達恰恰是共和黨的鐵票倉，對吧？所以這個時候這玩意兒還真說不一定嘞。古巴雖然是沒有什麼反擊能力，但他這個難民就是他最大的武器呀。那古巴的那個成千萬的難民，如果是全湧入美國的話，這堪比核彈啊，朋友們。所以這個川普現在打的這個主意啊，能不能用古巴替代伊朗呢？我覺得川普啊，他肯定会試一下。那就看伊朗這個給古巴做了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榜樣呢？古巴能不能頂得住？能不能在開戰的這個第一天就明白自己手裡邊的優勢是啥？放開難民全跑到一窩蜂跑到美國，哎，這是古巴手中最大的武器。但是他們有沒有明白人呢？哎呀，這也不好說呀。點個訂閱吧，咱們下期再聊。